同样是买指数基金，为什么它比我多赚了7倍？大家好，欢迎回到智享财经，回到指数增强系列基金的视频。在过去的5年当中，有这样一类指数增强基金，它的长期跑赢指数的能力非常之强。其中优秀的基金，它的5年总体的收益超于指数7倍，表现一般的也有2倍。那么这一类指数增强基金呢，我们称之为指数软增强。它和硬增强产品不同的是，软增强它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跑赢指数多少。甚至存在跑输指数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你选对了基金，跑赢指数的这个想象空间比硬增强大很多。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要做到跑赢指数，先要做的就是跟上指数，它必须尽可能与指数的特征相符，要在持股数、行业分布、权重股等因素的配置上不出现过大的偏差。以追踪中证500指数的基金为例。比如中证500指数里医药占比高达35%，那么基金组合当中医药行业持仓市值也要在35%左右才行。还有就是市值的大小，中证500指数当中的个股市值普遍在100亿左右，我们肯定不能把茅台放进来，那市值差距就太大了。那么接下来按照整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构建完基础组合之后，如何做出增强收益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量化选股的方式，另外一种是T0交易的方式。量化选股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要想尽办法提高组合当中未来最有可能上涨的股票的占比。基金公司要先建立一个模型，先对指数持仓的500只股票进行打分排序。在打分选项当中有2大类核心的指标，我们也称之为因子，是筛选的关键。第一类指标是股票的基本面因子，比如像市盈率、市净率、ROE、净利润、增速等等因子，通过这些因子的评分排序，我们可以选出质地较好的个股，排名靠前的增加它的权重，相反呢，我们要降低排名靠后的个股的权重。但是市场上的好股票不全在中证500当中，对吧？为了提高整个这个组合的胜率，基金公司一般来说会把选择股票的范围扩大，一般会扩大到1500只到2500只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的范围进行打分。打完分之后呢，会将优质的标的纳入原有的组合，通过权重的调整提高优质股票的占比，最终就会有超额的收益出来了。不管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还是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基金，用的基本都是同一套东西。第2类指标是股票的技术指标，也叫做量价因子。通过技术指标的打分排序目的是选出组合当中下一个阶段上涨概率更高的个股，增加它在整个组合当中的比重。和基本面筛选不一样的是，量价因子的维度它并不相同，它关注的是像反转形态、底背离之类的这种技术指标。这些指标的变化很快，需要通过计算机来时刻捕捉，迅速的做出决策，进行量化的交易。所以这种方式的换手率是比较高的。能够捕捉到的机会也更多，增强的收益也会更加明显。量化交易是高智商的游戏，对于计算机硬件、数学模型设计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更多是私募基金在参与其中，团队也多来自于全球顶级的高校，像哈佛麻省清华、北大比比皆是。特别是高频量化，公募基金参与的更少。这也是为什么在指数增强基金的 PK 当中，私募指增的平均收益高于公募指增的原因了。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通过量化选股交易的方式实现的增强，还有另外一种增强指数收益的方法，就是 T0日内回转交易。做股票的朋友对 T0会更了解的多一些。比如我昨天买了100股的茅台，今天就可以先卖掉100股，再买进100股，手上的持仓并没有变化，但是可以赚取日内的价差。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套利策略，风险比较小，收益也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目前市场上一些比较优秀的团队也都是选择用程序化的方式来实现 T0的交易。那么一般来说优秀的量化团队在做指数增强策略的时候都会将量化选股和 T0交易进行相结合。好的，关于指数增强的2种基本的方法已经介绍完了，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在极端行情之下，指数增强策略其实也是会失效的。比如去年年底到今年的1季度，市场上大多的这个指数增强策略都跑不赢指数，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配置指数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么关注智享财经，下节视频我将教大家如何去选出优秀的指数软增强策略的产品，同时呢，告诉大家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适合配置这类策略。我们下期见。